12天，我以史为生，早安晚。民以12天，我以史为生，早安晚我是赫克，欢迎回到料理史王。在这系列里，我会带大家回到过去，看看古代人是吃什么长大的。这一次是魔幻舞台。100年前的台湾人，那我们这次刚好也收到 Uber Eats 的邀请。Uber Eats 上面有很多台湾日常美食，像是小吃啊、手摇饮，都跟我们台湾人族群文化息息相关。大家准备好跟我一起回到过去了吗？按 Q 后某时报嘛。客语版的哦。早餐我们要回到清领时期，我们要来吃当时的阿舍菜——菊花干贝汤。阿舍是什么？有钱人家就是阿舍，阿舍菜就是有钱人家的私房菜，都很麻烦，因为他们吃的是排场，材料都切成丝状。阿舍的衣服好像太大。那阿舍会这样吃吗？不会啊，阿舍也不会碰刀口。也是。阿舍的手是不沾水的，讨厌。阿舍会这样说讨厌吗？切成丝状的。哦，这要削皮吧？愚蠢的儿子啊，富不过3代就是这样。这种阿舍菜最注重的是刀工啊。当你切出这种萝卜，是阿舍还是阿斗呢？再放一匙猪脚肉，大户人家才可以在日常吃。出猪脚肉，阿舍冷笑话。胡椒、盐巴，吃2种肉的人都是贵族哦。弄好内馅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煎蛋了。你看有多少步骤呢？这道菜的蛋皮要可以包住所有材料，所以它要比较坚固一点。这道菜如果烂掉，阿舍是不会吃的。阿舍很讲究，就是要这么薄哦。薄成这样，哇，很薄吧？哇，可透光。碗里面先涂1层油，薄薄1层就好，把它铺上去，要小心哦，要跟对待宝宝一样对它。食材依序放入，好好看哦。为什么你讲话都变小声？萝卜放在旁边，香菇很贵哦，大家知道吗？放入蛋丝，用绞肉把它铺满。铺满之后，蛋皮就可以慢慢盖回来了。20分钟后见。好像里面内馅都熟了。接下来进行最难的地方，就是倒扣。然后要把它拿出来。哇！台菜有一个口诀：干而不甜。对，就这样。我以为。我没有忘记了。我们要把它切得像一幅花一样。这样哦，好夸张的早餐哦！美而美卖这个会疯掉。哇！请你借过，这是我的。好，我要吃喽。你这样我要怎么看？帮我挡到。哇，我觉得很浓郁哎，很好喝哎，难怪是有钱人喝的，真的很甘甜哎。我第一次用甘甜形容一道东西哎。5号在等。这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不复杂的阿舍菜了。贵族茶杯，以前的我吃饭的时候是会听一些戏曲的。那时候我最喜欢一个名旦叫阿波，阿波唱歌非常好听，有点像是你们现代人的尾牙。台上会有张惠妹或蔡依林在唱歌，还会跳舞，就等于你家早餐，然后张惠妹在旁边唱，跳3天3夜，一大早。完事。午餐日治时期，请问阿舍是不是偷穿爸爸的衣服？太长了。阿舍参加 Baby Boss 是不是？我现在不是阿舍，我现在是新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很喜欢去酒楼吃的一道菜叫做金钱虾饼。这不是泰国人的吗？没有，这是台湾发明。看他袖子。阿舍真的很难做菜。不是阿舍，他讲的知识分子真的很难做菜，好长的名字哦。为什么那时候知识分子很喜欢去酒楼呢？是因为日本人就会觉得哦，你只是去吃饭的，所以他们就比较不会言论审查。我的朋友蒋渭水，他甚至就自己买了一栋酒楼。最有钱的是林献堂哦，去环游世界。那林献堂在找什么？旅行的意义吧。白痴。其实日治时期啊，西方思潮就传进来，崇尚自由恋爱哦，甚至还有彰化恋爱事件，市长的儿子跟女老师私奔。哇！高沸脱水3层，开始加盐巴、蛋白，咕噜咕噜咕噜。重点是它的外皮，这是猪板油，我们要用猪板油包住虾子，把它斜切。哇，很难耶。
哇，真的很难呢。虾子放在中间，把它放起来，就会有一层很脆的口感。很不错哎。沾粉，找它在哪里？知识分子的小游戏。下油锅。好，完成。哦，那片很惊艳哎，会变超脆。我们为什么这只做1颗呢？因为酒楼其实消费非常贵，你吃一顿饭就是当时公务人员半年的薪水，所以知识分子其实也不能常去。知识分子真的要聚餐的时候，他会吃一种东西叫做厨烧。厨烧是以酱油、金针菇、青菜、豆腐、蒟蒻条、香菇，其实就是现在的寿喜烧。酱油是你自己调的吗？对啊，我自己调的，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啊。哦 ，good。在当时吃牛肉也是很潮的行为哦。所以那时候知识分子都是吃这些。对啊，这是一件很摩登的行为哦。我们不管是什么职业，我们都坐在一起，然后吃同一锅，这很没有阶级耶。自己想吃什么就自己夹。当什么新知识分子，我要当猫咪。下一次大家如果一起吃小火锅的时候，可以来炫一下。吃的不是火锅，我们吃的是自由。摩登的人。对，摩登。请问你现在是新娘吗？在整装？对啊，她今天换3套了，现在是要那个送喜糖的时候，穿的比较轻松一点。好忙哦！料理死亡根本变装之王吧？到了战争时期，米跟肉都在管制，那大家吃什么呢？其实就去土里找。我这个也有点紧张哦。哇！田鸡蒜头汤，其实青蛙已经算很好的食材了。把泥鳅的腹部去掉，炒起来就像鸡肠子。接下来有青蛙特写，如果会害怕的，请直接跳到7分10秒。7分10秒。不行。你跟他牵手哎。对啊。吃任何食物都要心怀感恩哦。哇！有那个谱哎。要帮你吗？没关系啊，你们不是会怕。OK。蒜头要20颗，摄取不到什么营养，所以就吃蒜头。材料非常简单，就这样。蒜头，香，垫点米酒去腥。哎呀，一只腿。好，桌子上一定要铺报纸，太有感觉啦，完美。这好像不适合当封面哦，小腿很有力道。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吃青蛙腿、青花瓷、清理那甲如设法。我觉得这就是鸡肉啊。用报纸的好处就是骨头可以直接放旁边。对。青蛙的骨头真的好小哦。耶！到了21世纪，大家比较少煮饭。我们今天收到谁的邀请呢500亿。没有错，以前要吃饭的话，还要剪刀石头布输了出去买。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头，你也可以在这边选到非常具有台湾日常文化的美食。我家是开面摊的哦。啊，是哦。我妈妈是开面摊的啊。嗯。你们不知道，我是被面喂长大的。Uber Eats上面有各种类别可以选择，我们今天来选台湾美食Taiwanese。哦，我最喜欢吃馄饨汤，因为我以前都会帮我妈包馄饨、阳春面。我要点小菜，我再吃个卤肉饭好了。会不会吃太多了？我最近胖了大概5公斤，还好其实看吧。不太出来。怎样？你要太有用了。虽然说它叫珍珠奶茶，不过它里面各种手摇都有，你想要的都买得到。6点49，我们的饮料就来了。你们知道波霸其实是源自于一个女星的胸部，就她的绰号其实就叫波霸，叫叶子妹。哦，很红哎。就是你这个年代是。冰块都还有哎，不然我们来拍盲测。好像盲测。这应该是无糖茶。这是珍珠奶茶。好难看的盲测。花干、馄饨汤、卤肉饭、阳春面，再